我在拍第一期轰龙的时候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系列竟然会一直的拍下去，那这一次就来到了超高人气的牙兽种激昂辣酱金狮子。之前就一直吐槽这个系列中奖多，做工拉垮还卖得贵，但其实受众还是挺多的，万代也乐意出。那咱们就来看一看这次完全新规的金狮子怎么样吧。首先还是老样子啊，没给什么特效键，手型倒是给的挺多的，本体有一对开掌手、站立手、握拳手、点赞手都有，2个头雕和一个在盒子里睡觉的金狮子本体，东西真的是不多，反而是支架给了不少啊。首先就是这个夹子一样的抓取用的支架，但爪子跟娃娃机一样啊，软的不行，很难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的短的棍子了，是搭配上一个卡裆的连接键用的，但是如果拍站立姿态，裆部会被支架挡住，我一般也是不用的。最后一个是长的支架，是在金狮子俯身的时候拖住用的，但也是会有遮挡，不如用爪子，而且在四肢着地的时候也是用不上的，总之就是很鸡肋。不过本体倒是做的还行啊 ，SHM 系列一贯的涂装标准吧，谈不上涂得多好，尤其是鬃毛的感觉是有点脏脏的，但整体还原度来说还是挺优秀的，毛发和花纹的细节也做得不错。金狮子的后肢这2条反曲的狮子脚也是很还原的，大猩猩一样的前臂垂地行走的动作也非常的还原。金狮子的设定是典型的奇美拉，下半身狮子，上半身大猩猩，头是狒狒的，又长了一对牛角，并且还玩了赛亚人的梗。愤怒的时候会爆超赛，全身爆金色变成这个样子，而且狮子的尾巴也会限制力量，所以普通金狮子追着屁股砍就能快速的打断了，然而把它砍成这个样子的兔子尾巴就会一直保持在超赛的状态，于是就成了老猎人口中噩梦的存在激昂辣酱。其实这里还玩了一个梗啊，就是古代的日本其实是没有狮子的，所以他们错把强壮又具有攻击性的一些狒狒称为狮子，所以金狮子才是以狒狒为基础的这个样子的。OK， 那么看完了本体的细节，再来看看这次给的几个头雕吧。首先就是这个闭眼睡觉的表情啊，作为唯一一个有换面雕待遇的怪物，这个面雕我说实话做的还真是挺不错的呀，很有猴子睡觉的那种感觉，细节也做得很出色。不过这个平静的脸就很那啥了，过于的呆萌了，跟我印象里耍王八拳的大哥差别太大了。我是真没怎么在他超赛的状态下见过他摆这个表情的，我宁愿他能多给一个呲牙之类的表情，感觉也比这个好啊。反正我是不会用的，真正摆 pose 的时候还得是这个怒吼脸，感觉不需要做张嘴的关节以后，这个头的精致感又更上一层楼了。这个口腔内部的细节刻画我真的是很喜欢的。总之替换面雕这个操作我个人还是很认可的，不过也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面雕的替换是需要把头拔下来的，而头则是用一根很长的细轴连接起来的，尤其是现在天气冷的情况下，这个断装的概率还是挺不小的。另外换面雕的时候还得替换2个牛角，这个还挺繁琐的，话说我也没懂啊，连牛角都给做了分解了，为啥就不能做成断角的样式呢？非得把关节给暴露出来，万代有没有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啊？ OK， 那么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金狮子的关节设计啊，首先是头部是可以做这样的平转90度的，同时也给保留了一个脖子向前伸90度的幅度，保证站立的时候头部平视前方，同时也能向上抬，保证趴下的时候头还是面对着前方的。而脖子后方这些鬃毛除了第一片是完全套上去的，其他都是有一段连接在后颈处的可动空间，不过这个可动幅度也不算大吧，而且即使可动也没有太大的造型区别。另外拔下头部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内部结构是一个2段的碗口球冠，保证了头的前伸延长，而碗口球冠也同时保证了内部头部的旋转，结构还是挺复杂的，不过关节很紧实，实际表现可动也很不错，值得一个好评的设计。肩部这里采用了2段的嵌套，这个90度的收臂和120度的侧平台是肩内关节和蝴蝶肩关节叠加的结果，除了内收的幅度略小，其他幅度都是挺不错的。另外蝴蝶肩的这一层还有一个前后20度左右的平转，可以调整角度。大臂根部当然也可以像这样360度的旋转了，看起来是一个开了槽位的长桩球头关节，平台当然也是有一定幅度的。而这个2头肌的关节是很奇怪的，这里竟然做了一个球关的设计，这使得大臂可以像这样做圆锥形的摆动，同时也能像这样做180度的平转。不过这样奇怪的关节导致这里总是会留一条缝隙。而肘关节这里也是很奇怪的，做了一个像这样的切面转动球关，可以像这样做一个30度左右的摆动，但这并不影响手部的曲肘可动，可以做到这样完美的180度小臂贴住大臂。
而手腕的部分也是有一段上下摆动范围的，不到45度，大概30度多一点吧。内部则是一根常规的球关连接。腰部这里的内部也是用了一个可以拉伸的折叠关节，而且拉伸的范围还非常的大啊，可以看到这个遮盖是根本遮不上的。但是由于这只是一个单轴的关节，拉伸以后是挺松垮的。那依靠着这样优秀的拉伸折叠关节呢，左右的侧摆可以轻松的超过30度，应该是可以到60度了呀。不过这个可惜的是前倾的幅度还是挺小的，只有30度左右的样子，即使拉伸了关节也还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反而是后仰非常的离谱啊，这个幅度应该是超过30度了。最后这样的关节呢，360度的平转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这里的关节其实是挺松垮的，转多了也很穿帮。腿部方面，这样的腿部当然是可以随便向前抬高的，向后则是在30度左右的范围。腿部当然也是能向外摆的，而且可以看到填补遮挡的设计，但是这个30度的幅度就有一点鸡肋了。大腿根部给了一段360度的平转关节，手感是很紧实的。膝盖第一段是可以向后摆60度左右，不过向前抬是没有办法完全伸直的。而第二段反关节的幅度就很小了，也就是15到20度的样子，同时脚掌的可动范围也是很局限的，15度左右，且因为关节细啊，这里是有点松的。大腿这里其实还有一段拉伸的结构，但这段拉伸对可动的提升是很有限的。最后的这段兔子尾巴其实是一个短的球关，可以像这样做简单的平转。OK， 那么可动的介绍也就到这里了。总的来说，这款金狮子的表现无功无过，和系列的其他几个是一样的，就是买的时候很期待，到手把玩了一圈也就那样吧，玩起来也不是很尽兴。我拍照的也感觉没办法拍出那种属于怪物的压迫感，但对于老猎人来说，可动的怪物就仅此一家。万代继续把这个系列往下丰富了，也算是利好我们这些玩家。况且对比现在动不动就卖得更贵的一些手型战士来说，金狮子的定价还算是中规中矩的了，适合对这货有执念的玩家入手。好的，那么评测就到这里了，大家记得点赞、投币、关注我哦。